大家好，我是多多。在看视频之前，请给我点个小爱心。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。说到糖尿病，很多人都认为不吃糖就不会得糖尿病，往往容易忽视了发病信号。其实糖尿病可怕的并不是疾病本身，而是其所带来的并发症。糖尿病的可怕之处在于，它可以引发各种并发症，如视网膜病变、肾脏衰竭，还会进而发展为尿毒症、糖尿病以及心脑血管等多种器官的疾病，导致生活质量下降，不仅会有失眠的可能，甚至会危及生命。根据临床数据显示，糖尿病沿边阿拉的并发症和急症以及后遗症高达100多种。根据临床血管专家以及糖尿病研发学家指出，甜食并非是导致糖尿病引起并发症和高发性血糖升高的主要诱因。在控制糖量的摄入同时，也需杜绝碳水化合物和淀粉类物质的摄入，避免这几类物质在体内通过新陈代谢、激素水平和血液的运输转化成葡萄糖，增加患病的临床风险。因此在日常生活中，糖尿病患者应该要少吃那些高升糖指数的食物，特别是以下这几种食物升糖指数特别高，应尽量少吃，甚至是避免食用。糖尿病源头已揭示，排第一的竟是它。第7名，猪肝、猪油。对于临床上糖尿病患者而言，立体的各项组织器官和肠胃蠕动活力，长期摄入猪肝、猪油的滋补产物，会导致血管壁积累过多的葡萄糖和胆固醇，引发临床上高发性的冠心病和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发生几率。第6名，面条。根据饮食专家和养生专家指出，面条所含的碳水化合物含糖指数高达80，这两类物质进入体内，会通过肠胃的蠕动活力和新陈代谢激素水平的转化功能，转化为葡萄糖以及糖精吸入血，造成体内血糖大量波动或者紊乱。第5名，豆沙。临床上患有高血糖以及糖尿病的患者饮食原则，应该禁吃豆沙类的滋补食材。豆沙制作过程当中会呈现大量的糖精以及葡萄糖和碳水化合物，一旦摄入过量，很容易出现高血糖严重增生，或者是代谢性血糖紊乱等临床病变。第4名，糯米。糯米和精米制成的食物都是属于高淀粉食物，糖尿病患者一般在食用之后都会让血糖上升，而且生活中很多使用糯米制成粽子，并且在制作的过程中还会搭配红豆沙以及大枣等，而这些都是会让患者食用后血糖大幅度上升，因此患者最好不要食用糯米食物。第3名，柿子。柿子的含糖量也特别高，由于它在进入人体后会被肠壁直接吸收，所以容易增高血糖，特别是在血糖控制不住的患者更要禁食。第2名，南瓜。南瓜是蔬菜里面生产指数最高的食物，GI值可达75，而且越老的南瓜里面含的糖分就越高，而南瓜煮熟之后会变得软糯，进食之后就特别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，这样就可使血糖快速升高。第1名，白米粥。白米饭的升糖指数是83.2，而将大米煮来熬成粥之后，那么它的升糖指数可达89.2，属于高升糖指数食物，而且煮的时间越长，白粥越是粘稠，它的升糖指数就越高。这是因为大米经过长时间熬煮之后，
原本大米中的绝大部分淀粉就会分解成短链的碳水化合物，比如虎精，这比白米饭中的淀粉更加容易被人体吸收，从而可在短时间之内升高血糖。对于糖尿病的治疗，除了药物之外，同样重要的是选对食物，控制好饮食。其实在不少人的餐桌上就有糖尿病的克星食物，给大家分享一道粗粮，被誉为稀糖王，糖尿病可以多吃它，控制血糖更轻松，而且口感美味。2. 主食吃对，荞麦血糖好。糖尿病人对主食的选择一直比较谨慎，米饭、面条等主食升糖指数都比较高，很多糖友都比较担心。而荞麦这种粗粮是糖的福音，它富膳食纤维，可改善葡萄糖耐量，降低餐后血糖的上升速度，不仅升糖指数低，同时还有乳丁，这种物质对糖尿病发高血脂症、高胆固醇的防治很有益处。接下来推荐大家一道食谱：凉拌荞麦面。食材：荞麦面80克，鸡蛋1个，黄瓜150克，海苔适量，葱、油盐适量。做法：1. 水烧开之后，加入荞麦面条，开水煮5分钟，然后捞起，沥干水分备用。2. 鸡蛋打散并煎成薄饼，冷后切丝，黄瓜洗净切丝，海苔剪成细丝，切葱花。3. 另起锅，放入适量食用油、盐、清水，在锅内烧开，做成淋汁。4. 将荞麦面成碟，加入鸡蛋丝、黄瓜丝、海苔丝，撒上葱花，再淋上汁便可食用。另外，吃荞麦面时还有一些注意事项： 1. 荞麦含有较多的膳食纤维，因此一次不要食用太多，否则会引起消化不良。2. 消化功能差、脾胃虚寒、经常腹泻的人不宜食用。3. 为解决荞麦面口感粗糙、制作时容易折断、松散的问题，如果自己在家做荞麦面，建议在和面的时候加入鸡蛋、食盐，以增加面条的韧性和细滑。除了荞麦之外，很多蔬菜在降血糖方面也都有很好的帮助。可哪些蔬菜是糖尿病的克星食物呢？一起来看看。7种食物是糖尿病克星。1. 菜花。菜花清煮也能有很鲜美的滋味，因此很多人都喜欢吃。而且菜花中富含矿物质络，络能有效地调节血糖，改善糖耐量。但是需要提醒的是，菜花不宜煮得过绵过烂，否则会导致营养成分的流失。2. 豌豆。豌豆和菜花一样富含络，可促进胰岛素分泌。3. 青椒。这是让很多人意外的选择。事实上，青椒中的氮元素能促进细胞对糖的吸收，令餐后血糖不致上升过快，可调节血糖。4. 空心菜。有研究表明，空心菜能帮助2型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，尤其是紫色的空心菜效果更佳。5. 蚕豆。蚕豆中的膳食纤维丰富，这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降低餐后血糖值。6. 圆白菜。圆白菜中富含维生素 E， 可以促进人体内胰岛素分泌和形成，进而调节血糖。7. 山药。这主要是从中医理论出发的考虑。中医认为山药健脾益胃滋肾益精，而糖尿病在很大程度上与人体的肝肾脾相关，正好对应。如果你觉得吃这些食物就能控制血糖，就天真了。如果按摩这2个穴位也能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。养老穴与传统养老穴不同，它的位置在小腿这一侧，手腕处有个高起的骨性凸起，从这个骨性凸起往后大约1厘米，疗效经常按摩
可只揉左手，不用按摩右手。1天1次，1次10分钟，对于降低血糖、治疗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有极佳的效果。然骨穴位置在脚的内侧面，舟骨相落的下方，这个赤白肉际的地方。疗效双侧对按摩，每天5到10分钟，对于糖尿病有比较好的治疗效果。此外，想要控制好血糖，还需要注意一下这些问题。首先，除了尽量少吃之前提到的那几种高升糖指数食物，在平时的生活中还要控制好体重，避免肥胖。体重过于肥胖的话，往往容易引发糖尿病。其次，避免熬夜。医学已经证实，经常熬夜的人，相对于作息规律的人，其糖尿病的发生几率更高。这是因为长期的熬夜会导致内分泌紊乱，使人体的脂肪代谢、血糖代谢的发生异常，不利于血糖的控制。因此一定要尽量避免熬夜。最后，适当进行体育锻炼，比如慢跑、快走、骑车、爬山、打太极、跳绳、游泳等。适当的体育锻炼也可以让身体消耗多余的热量，同时也可以起到消脂、减肥、控制体重的作用，也有利于血糖的转化，这对血糖控制具有积极作用。总体来说，就是管住嘴，迈开腿，养成规律的作息时间，避免熬夜，坚持进行体育运动，这样才能有效控制血糖的稳定，可以预防糖尿病的发生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别忘记点赞、收藏。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